这天其实我有一点疯，凌晨4点多就起床，5点就从大阪出发，为的就是想拍一个没有人的京都。我一直觉得京都的风情应该是带点安静、慢慢走的感觉，而不是被满满的观光人潮包围。这一次我用的是京都大阪观光乘车券，除了市区交通，还能够搭瑞山电车去鞍马跟贵船，对我的行程来说蛮划算的。我现在在京都了，唯一的问题就是有点太冷了，现在10度我是不是穿太少了？清水寺是京都最有名的寺院之一，它建在鹰羽山的半山腰上。从最著名的清水舞台往外看，可以俯瞰整片京都市区，风景超级美。这座寺院大约是在西元778年左右创建的，后来因为香火鼎盛，才慢慢扩建到现在这么大的规模。而这边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木造大舞台，完全不用钉子，就只靠木造的结构支撑起来。站在舞台边缘，真的会有一种悬空而且微微往下的感觉，是蛮印象深刻的体验。能在这样的早晨安安静静的走一圈清水寺，真的觉得很值得。8点多刚离开清水寺的时候，旅游团才正好要进来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去买一点东西吃。我早上起床之后还没吃过东西。接着从清水寺一路走到八坂神社，这里也叫做祇园神社。整个气氛跟刚刚清水寺又很不一样，多了一点热闹的感觉，而且还有遇到新人结婚呢。里面的人呢，忙着在帮这个场地清洁，因为等一下婚礼要在这里举办。这里有猫是正常的吗？是猫吗？这设计是为什么？出来之后过这个马路，然后沿着这一条一直走。沿路的樱花很漂亮然后下鸭神社就在前面了。接着我来到的是下鸭神社，这里是京都最古老的神社之一。整个神社呢都被大片的森林包围，空气超级清新的，走起来很舒服。一走进来，我先去了和合神社，这里以祈求美丽和魅力闻名，而且还有很特别的镜绘马，可以画上自己的五官，然后写愿望再奉纳上去。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画家，买了一个这个之后呢，就来这里它的化妆室。再往里面走呢，神社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是在拜蹴鞠的神。这是一个古代贵族的游戏，也被当作对神明的奉纳仪式。这个小社殿是专门祈求运动顺利、比赛平安的，所以听说也会有运动选手特地来参拜。接着来到2棵树从中间结合成一棵的香生社，象征结缘的含义。那这边很著名的就是有很多漂亮的玉手，像这个手环的，或者是《源氏物语》的诗签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守护12生肖的神社，所以可以在这边找到属于自己的生肖守护神。
然后这个御手洗社呢，还可以买水签哦，就是把它放在这个盒上面，然后它就会自动显现。这个早晚温差真的很大，现在正中午12点了，然后现在热到一个不行。参拜完神社，在 Google 上随便找一间离车站近的拉面店，结果意外便宜又好吃诶。听隔壁中国留学生说，这是他语言学校的老师从小吃到大的面店。对，先买了一些零食，等等要去爬山。从出柳亭的车站进来，然后再搭瑞山电车，沿路风景都蛮漂亮的。最后会在鞍马站下车。鞍马是传说中天狗的故乡，所以车站外面就有一尊超大的天狗雕像。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鞍马寺。据说是能量很强的灵地，整座寺院沿着山坡一路往上，要爬不少的阶梯，所以前面先搭一小段缆车偷懒一下。在日本民间故事里面，天狗常被当作守护山林、带有神秘力量的存在，所以这里也有不少关于天狗修行的传说。整个山区都带有一种灵气感。下了缆车之后呢，沿着参道行走，沿路上都会有这种朱红色的灯笼，空气很清新，也没有嘈杂的声音，整个山里面就只剩鸟叫、风声，还有自己的脚步声，走起来很放松的感觉。鞍马寺的本殿里面不能拍摄，平面的感觉暗暗的，然后好像有一点沉稳的檀香味，让人心里面很平静。据说日本知名的武将源义经小时候的时候呢，他曾经被送到鞍马寺修行。有一次他偷偷跑出去遇到了大天狗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习剑练武。也因为这样，他后来才成为那个打遍天下的传奇武将，而且也因此整条的参道都有一些跟他相关的足迹。那今天的爬山路线呢，就是登上鞍马寺之后，穿越整条奥之院参道，越过这个山头之后会抵达贵船神社，那就出发。沿路都会有这个指标，所以很容易。再走1公里，加油！然后就是连续的下坡了。我刚在山顶的时候遇到了一家台湾人，然后我就问他们要不要帮我拍照，然后他说他以为我是日本人。感觉这个山比昨天的若草山还好爬，而且因为若草山它都是在太阳底下，在草地上，可是这个呢，它都是在森林里面，所以基本上不会太阳直射。哇塞，这棵倒掉的树超大棵的，这个已经长香菇了，像这样子，一路延续到。不过在这里真的是要小心走路，因为树根长在地上，所以不小心就会踢到。哇，这是这么样。我只能说，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步道。接下来这边的步道好像更有整理过的感觉。走路真的是要小心地上。这里迎面而来的日本人都会跟我说こんにちは，是不是爬山世界就是这么友善？我忽然觉得从鞍马寺上来这个方向是对的，因为每个从那个贵船爬上来的人感觉都超累。这里就是魔王殿了。要到喽！
不过就是沿路都有扶手，我们就抓着扶手慢慢走好吗？下面真的超级酷，而且每一根倒掉的神木都超大，长满菇菇哎，好好笑哦！天哪，一整片！哦，我听到水声了。等一下我们要往贵川那边，就是会经过一条河流，然后那边就是5月的时候可以吃那个川床料理的，所以代表我们快到咯，加油！大家如果也要独旅的时候，真的要特别小心好吗？不然摔下去了，可能没有人会第一时间发现我们。最后一里路了，最后100公尺。哇，这个树怎么长成这样子？那中间有洞可以穿过去，这里可以住人耶，到了！这个就是要往贵船神社的路了。出来之后右转，马上就到贵船神社了。贵船神社是非常有名的水神神社，大家都会在门口这段红色灯笼阶梯打卡，以及抽一张水签。好咯，我要报重回车站了。哦，这会不会太虎头蛇尾？应该不会吧。贵船拜拜。刚刚那边呢可以搭公车，但是走到底吧。我出发前才知道今天在凌空城有花火大会，虽然路线超不顺的，但独旅就是这么任性，所以我要用20分钟爆冲回去车站，搭去机场看烟火。哈哈，我到了，好开心哦！我们又见面了。刚下班。是只有我们在这边鬼混哦。我们还要走10几分钟诶 ，Go Go Go！ 人潮啊，要到了哦。我到啦！找位置，找位置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大変ありがたく思っております。